你好，我是阿力。我们今天呢，主要来聊一下这个未来的一些走势啊，主要是根据这个目前的国际环境和这个货币的政策啊。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会分析一下整个5月份啊，这个比特币会怎么样啊？那么我们节目的第一点呢，就是美国经济啊，最近它出现了这种负增长，不知道大家看到新闻没有啊？那么这是跟美联储一直在强调的这个加息周期啊发生了冲突，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就不加息了？那么尤其呢是很多国家主动贬值自己这个国家的货币啊，对比特币有什么影响？这是我们今天分析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为什么巴菲特再次诋毁比特币啊？那么这一次芒格的发言让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什么隐藏的秘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了。那么5月份比特币会怎么走啊？山寨币会怎么走？应该怎么操作？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我还得继续提一下我们这个电报的会员群啊。如果你进入到我优管的这个主页啊，在这个地方点击电报会员群，就会自动进入我的这个会员群的缓冲区啊，里面呢会有一些会员群的这种战绩的展示啊。大家都知道，过去的4月份我带着会员做了这个 GMT 和 Gary。那么这2个币呢，是我目前公开的，全部都是翻倍了。当然了，群里还有这个10倍的潜力币啊，以及更多的技术和指标学习分享啊。另外，在昨天的这个比特币下探的过程中啊，我再次说对了最低点37400点啊。大家看这个截图啊，欢迎大家进群进行咨询。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正题的第一部分啊。4月28日，美国商务部发布这个报告，说美国经济增长在2022年的第一季度急剧的放缓。今年的1月到3月啊，美国的 GDP 啊按年率下降了 1.4%， 低于分析师预期的 1% 的增长，这也是自2020年疫情以来最差的表现。而与此同时啊，美国3月份的通货膨胀竟然高达了 8.5%， 美联储一边呢还在这个高喊着加息啊，那么这一边的这个 GDP 已经进行负增长了，这就非常的矛盾。一方面呢是这个经济的负增长，一方面是高昂的通货膨胀。但是呢，这些呢都是这个美联储在疫情期间它自己大放水导致的啊。不仅是大放水，还在疫情期间发放了这个没有经济支撑的这种纾困基金，这些呢都是无形之中加剧了通货膨胀。高盛他们认为1年后出现负增长的可能性约为35%。德意志银行呢在一份这个华尔街的预测中分析认为美国经济有可能在2023年末到2024年年初出现的严重的衰退。这是美联储收紧政策以抑制通胀的后果其力度将远远超过观测者目前的预期。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了问题了。那么全球其他国家呢，毫无疑问必然呢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我们目前也都看到了，美元最近1个月也是高歌猛进连续的上涨。与此同时呢，其他国家比如这个日本呀、法国呀，包括中国大陆的这个人民币他们这些日元、法郎以及这个人民币都在主动的贬值。毫无疑问美元呢还是老大哥的这个位置其他国家的货币的贬值意味着普通人手里面的钱的这个购买力呢就进行下降了。而此时呢，如果还有什么能够避险的这个资产配置的话，那么我相信呢一定是比特币那么虽然比特币在最近上蹿下跳不稳定，但是呢如果你把闲置资金放进去将来一旦发生这种经济大萧条或者是严重的金融危机不管是哪一种吧都会成功的规避这种风险。那么比特币会带着大家在最艰难的2023年到2025年成功到达财富自由的彼岸。好，那么我们今天来聊一下这个刚刚过去的巴菲特的股东大会那么有关这2位投资界公认的大佬关于比特币的看法，那么这也是每年巴菲特这个股东大会上必被问的话题那么观众会问这个巴菲特和芒格有没有改变对比特币或者其他的加密货币的看法。那么过去呢你们说它是欺诈，但是否呢还有一些用处。那么巴菲特今年说我是不会买比特币的。他举例说如果要卖出假设总资产250亿美元的美国所有的农场1%的股权，或者是拥有美国所有公寓1%的股权他都会做这笔买卖他说如果说你告诉我你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比特币，并且以25美元的价格卖给我，我也不会要，因为我能用它做什么呢？我必须要把它再卖给你，无论如何呢他都不会做任何事情。我觉得他有点想多了所有的比特币价值25美元，那是什么样子的情景？那么农场和公寓他说呢是有生产能力的他们有产出有租金，但比特币什么都没有比特币不是有生产力的资产，它的价值呢取决于下一个买家愿意付出多少给这个卖家
而现在呢，有很多人参与这种赌博的游戏，但这些资金在不同的人之间的转手呢，只是所有者不同，这其中呢有人赚有人赔啊，这是他的一个观点啊。那么巴菲特还说，为什么要买比特币呢？伯克希尔呢也可以做自己的币啊，那么芒格也可以做自己的币。归根结底呢，美国政府没有理由让另一种货币取代我们现在更青睐的美元啊。我们接下来说这个芒格对比特币的观点，然后一起来分析一下。那么芒格说啊，在我的一生中啊，我试图要避免一些既愚蠢又邪恶，也还让我显得比别人更差劲的东西啊。我觉得比特币这3点都占了。那么说它愚蠢呢，是因为它的价格会归零；那么说它邪恶呢，是因为它削弱了健全的美国的金融系统。此外呢，相比已经禁止比特币的国家，美国这个国家呢显得比较愚蠢。那么他在这里再次表扬了这个中国大陆的政府啊。那么我们从这里面呢就可以看到，那芒格他已经看出来了，比特币它已经在侵占美元的市场了，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其他的这个支持比特币的这帮人是怎么来这个讽刺这2个老家伙的啊。那么支持比特币的这个美国亿万富翁风投大佬马克·安德森在推特上发了一段视频，将这个巴菲特在多个场合谈到比特币的镜头剪辑在一起，并评论说啊，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啊，还在赤裸裸的兜售这个糖尿病啊，真是太疯狂了啊！这是指这个巴菲特出席股东大会的时候啊，桌子上摆放了这个喜诗的这个糖果，他的老搭档芒格还在现场开吃，那么他们也是在这个做一种植入性的广告啊。那么马克思在安德森的视频下回应说，他说哈哈，他说了多少次的比特币啊？那么比特币超级的多头，我们讲过很多次啊。MicroStrategy 这个创始人兼 CEO Michael Saylor 也注意到了这个巴菲特最新言论，他讽刺说啊，每个人都在不停的谈论比特币啊，这是他说的很关键这一点，就是为什么你们不喜欢他，还在不停的在讨论他的。哎，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那么比特币社区的其他的人士也对巴菲特的言论做出了回应啊，指出虽然你多次在公开场合贬低比特币，但其实他的这个投资组合摆脱不了与比特币的关系啊。那么一位加密货币的支持者写道啊，巴菲特说他不会用$25买下世界上所有的比特币，但是呢，他投资了一家名为 New Bank 的巴西银行，那么这家银行的比特币的 ETF 已经上市了。那么这个我们之前视频里面也讲到过，还把它当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利好来讲。哎，我们当时还在分析是不是巴菲特已经意识到了比特币的这个重要性啊。那么在上个月迈阿密举办的这个2022年比特币大会上啊，有这个硅谷风投教父之称的美国亿万富翁彼得蒂尔曾将巴菲特称作是比特币的头号敌人。那么关于这个我还专门做过一期视频来分析过，大家没看过的可以去翻一下啊。好，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为什么这个巴菲特和芒格继续抵制这个比特币呢？原因呢也很简单，他们2个呢做的呢就是投资的这种生意，他们用了一辈子啊才挣到这么多的财富和声望，而做比特币的人啊，在10年之内啊就超过了他们的所有，不仅呢积累了财富，也积累了声望，可谓是名利双收啊。那么他们有一点点这种羡慕嫉妒的这种成分在里面。那么而且最关键的是以比特币为首的加密货币正在抢占传统金融的生意啊，这一点呢芒格是看得非常的这个透啊，他已经看到这一点了。那么尤其是这个日益在发展良好的这个 DeFi 的业务啊，那么他们这两个老家伙呢，是非常非常着急的，因为他们这个做的呢也是这种投资的生意啊，要不他们旗下的这个巴西银行为何呢就上市了这个比特币的 ETF 基金呢？微策略的这个 CEO Michael Saylor 说的很对啊，那么他们在讨论比特币呢，就是在为比特币做宣传。那么巴菲特所谓的比特币没有参与任何生产呢，也是不对的啊。我最近呢也在研究这个比特币挖矿的业务，那么在研究的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比特币矿场呢不仅仅是把这种多余的无法储存的电力资源给消耗掉，那么也带来了矿机生产行业的蓬勃发展，以及解决了大量的就业的问题啊。巴菲特全部的通通的视而不见，这是非常具有偏见性的。那么芒格的论调呢就更加的搞笑了。那么他说啊，既愚蠢又邪恶，还让我显得比别人更差劲的东西。那么比特币呢，其实呢是一种天才的设定啊，这一点我们相信，我们频道的观众呢都没有任何疑义了。
如果说啊是因为削弱了美元的地位而说比特币邪恶，那么人民币呢？芒格屡屡夸赞中国政府封杀比特币，而不敢说出来人民币也是邪恶呢？那么这就是非常的屁股决定脑袋的言论啊！我觉得他抨击比特币的3个特点，只有最后一个说的很对啊，就是显得他非常的比别人更差劲啊，没有毛病。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3个话题啊。首先，非常沉重、持续阴跌的4月份啊，终于走了。连这个微策略的 CEO Mike Saylor 面对各种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是连连的叹息。Why don't you break this down simply for people like me that don't fully understand it? Okay. If you went out the yield curve on bonds, or if you went in. Sure. Is constantly growing. It's happening as all of these new companies, new. So let's just start at the beginning, if you don't mind explaining what is it? Sure. 好在呀，这个终于阴跌的这个5周啊过去了，收了5周的这个阴线。那么在过去之后呢，是不是意味着不继续再跌了？会不会来一个像样的反弹呢？那么接下来呢，全部都是我的个人观点啊，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当然了，这个分析的逻辑啊，那么我在会员群已经非常详细的讲过了啊。下面呢，就是我直接说出来结论啊，在接下来的这个20天内，比特币呢是有望持续走强啊。那么结合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部分的分析，如果说美联储会宣布延迟加息，那么比特币呢很有可能在这20天内创造今年的一个新高。当然了，也会在这个5月20号附近呢继续进行盘整。那么今年的这个行情大家都看到了啊，上蹿下跳，丝毫不给你这种好好涨上去的这种意思啊，一点迹象都没有。但是呢，这样的行情也持续了有一阵子了。希望在这个年中的时候啊，在5月底或者是6月的时候啊，给大家有一个好的收成啊。那么我也会持续的给大家带来最新的这种资讯的分析以及行情的分析。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